假如我们可以活到100岁，就可以度过100次新年。而我的第27个新年，居然是被烟花叫醒的。哇塞！这里是北海道的最北端，宗谷岬。这里有一个神奇的习俗，在每年的最后一天，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这里，一起露营迎接新年。终于有人！所有人都互不相识，但却能在这个跨年夜里相互陪伴。是什么让大家聚集在这里的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跨年夜的72小时前，我们收拾好行李，从东京开车出发。2025年的跨年，我们要去北海道。今年要去到北海道的最北边稚内，因为跨年。因为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，叫做《72小时》。纪录片里拍摄的是2013年北海道最北端跨年前后的72小时。即使寒风不止，暗无天日，来自各地的人们也会通过巴士或是摩托车的方式抵达这里，相互取暖，一起迎接新年。就那个地方其实它也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风景，但是呢，大家都会聚集在那边，跨年很开心，会分享自己的故事。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，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做？哇，终于进入下雪的区域了。我们刚刚进入宫城县。我们现在正在青森的港口，马上就要登船到北海道了。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这边，这个水一直在往外喷，就是防止冻结，因为这雪太大了。现在工作人员正在紧急的把上船入口的雪的全部都清掉。我们这次是赶上了日本的春运。即使凌晨4点半的船，空位也所剩无几，只买到了大通铺的票。稍微睡了1个多小时，我决定去甲板碰碰运气，看看津轻海峡的日出。我现在身后就是北海道了，哇！大家看看北海道海浪的氛围，这边感觉可以把人整个吞噬进去。现在朝霞的这个红色有点染红了我们的甲板了，哇塞！北海道真的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每当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然后它总能治愈我。欢迎来到北海道。家人们，是真的北海道哎！抵达北海道后，我们北上的路途中遇到了几座小车站，激起了我们对摄影的冲动。还有点冷了，但是这个地方真的好漂亮啊！这个车站的隧道刚拍的。哇，一会儿电车就要来了。一个很小的三川站，里边还有留言簿呢。走。这不好的我一般不会叫螃蟹冲啊。哇哦，好看好看。你看吧。要来拍一张照片啊。哦，现在上这个隧道看楼梯。怎么样？哦，哎呀妈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太沉了，换人了，啊、不行了，太重了。哇，这个能开开，估计已经有几10年没有人开过了。雪飘进来了，哇，真棒啊！哇，这看着也很棒呀。来一张吧。来一张。
快啊！突然一下，这个雪就下大了。我们刚走的这个脚印就快被盖住。就刚刚还是那个样子，然后马上就下起了大雪，这就是北海道啊！这个车站里面还有个烟。哎，这是有一个人他自己做的，放在这儿。看看，那成。写着自己的日记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是共享日记啊！我感觉是那个小学生写的，就是很。我的妈！哦，还会画画。哇，还有彩色的，我的妈！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人均漫画家。就我老师，我日语老师，哇！啊，这个有一点不太。他们就是我日语老师，随便在黑板上画的东西就都非常的栩栩如生。你说一个车站，它既然会被人拿来写留言簿，那就说明它身上具有了这种，偏远的、这种难以到达的潜质。至少不是正常人会来的地方。这儿有一个，不，光来了，光来了，光来了，看一下104。好多好多。快快，我们出去看太阳雪。哦。在一路向北的路途中，我们因为这座车站停下了脚步。前面说到，我们到最北边跨年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。看着突然下起的太阳雪，我总觉得像是快抓住了答案的一角，但却融化在了手中。所以我们继续启程，向着北海道大陆的最北端出发。在北海道的最北部，天气也是非常的冷，所以呢，我们买了一些面霜送给大家作为新年礼物。当当。天然是感觉跟一般的护肤品牌不太一样，他们赞助过珠峰北壁的无氧攀登，还有格陵兰最高峰的首登。啊，他们为什么一个护肤品牌要赞助极限运动？因为科研室的高保湿霜就是为极寒极干的环境打造的，他们今年还会赞助我们去北极哦。哇塞！终于在近乎72小时的奔波下，我们到达了宗谷岬。像是境外的另一种结界一样，天色瞬间就暗沉了下来。这里也和11年前纪录片里的景象完全不同，停车场早已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。我们连续找了2个停车场都没有空余的位置，最后只好停在了港口。其实我来之前还是蛮担心的，怕这里大家不再过来了怎么办？但事实上大家看好多人来，感觉有上千人，所以应该也非常的热闹。看到从非常不同的地方来的车，这还有个哥们儿已经在后边搭好了帐篷。这就是鄂霍次克海。哇，我看到好多帐篷了。好，基本上都是骑摩托过来的扎营。OK。哇哦！北纬45度，31分22秒，现零下3.1度。Let's go！ 我一定要在这边露营，因为我刚去看了，你知道吗？露营的人没有那么多，大家主要就是睡在车里，然后那边你就可以完全的睡在海边，等着这个日出从你的帐篷里出现，超赞的。大家充分的把每一个角落都利用上了。这里就是最开始纪录片中出现大家搭帐篷的地方。这个人挺猛啊，他挖那么大一坑出来，真溜啊！他挖了个洞出来，居然。我们停那个停那吧，好吧？好。就这边吧。哦，看那边。背面就是这个最北边的标志，有很多人在上面合影呢。那个小哥已经快挖完了，我们这边还在重新开始。大家看小盘干活了。Tokyo です。Tokyo。嗨。刚开始挖雪，旁边的哥们儿就跟我们搭上话了。バイクですか？バイクです。ああ、すごい。すごいね。寒くないですか？バイクで。まあ暖かいですね。あ、そうなんですか。はい。通ってきたところが海沿いなんで、はい。マイナス8度ぐらいまでしか下が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。ああ。はい。初めてはいつですか？6年くらい前ですね。おお。で僕らは13年の NHK の番組見て。
不知不觉间，这位从大阪骑摩托车来的哥们儿跟我互相分享起了过去的人生经历。我敢肯定，如果是在钢筋铁骨的大阪或者东京的街头相遇，我们一定不会像这样打开自己的话匣，好像从我抵達这里，从搭帐篷的时候开始，就自动加入了宗谷甲这个跨年的大家庭。あ、東京？あ、同じ。東村山。啊。哎，这边好像在搭什么棚子，我感觉他们应该是会给跨年的人煮东西吃哦。然后这边有个商店，我们看看商店里面有什么吧。这边可以盖章，可以拍一下你们吗？啊，可以。你们要盖章是吗？盖完了。盖完了。他们盖歪了，准备重新盖。好。你们从哪儿来的？从京都来的。哇哦，厉害！这地方，他们好像要煮火锅哦。不行了，我是个 I 人，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，太尴尬了。看看Lynx进行到哪里了？诶，我看到帐篷已经搭起来了。等一下，他搭的好快，怎么办啊？走错了。诶，好快呀！天色已经变暗了，我们的邻居们都已经扎好了帐篷。我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，我无法想象1年又要过去了。大丈夫です。他看我没灯，他帮我打灯，他弄好了之后。好人啊！老好了，我的帐篷终于搭好了，带大家来参观一下。这里就像是我迎接2025年日出的地方，正对着鄂霍次克海，这是我露营离海最近的一次。这边是我的好邻居，还是一样的非常暖和的配置。哇，我就想躺在这里迎接明天早上的日出哎，这个体验真的拉满了。然后今天的这个风也不算是特别大，就是微风了，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。然后呢，小螃蟹因为它是东北来的，它比较怕冷，所以它就睡车里。刚好我这个地方呢，相当于是我们的炊事帐篷，因为车里面不太方便做饭嘛。今天晚上要请它来这边吃晚饭，真的很神奇啊！这到了晚上就变成帐篷村了。哇，他们就在这个房子后边做饭，真的太溜了。大哥要帮我铺床了，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呀？我们这是双重体验啊，太爽了！太爽了，有车中泊，又可以睡帐篷。邀请你明天早上来帐篷里看日出，绝对赞！谢谢你。对，那个雪地太冷了，我睡不了。这个小白铺的好好的。外边这个风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待久了还是挺冷的。哇，这个扎营的时候脸又被风吹红了。小朋友来，快给我涂上面霜。这次我给 Lynx 涂的呢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霜，因为 Lynx 是干皮，然后他又特别喜欢去那些北极、北海道这种特别冷的地方，脸就很容易干燥起皮。我就会给他用这个面霜，这个面霜的保湿效果超级好，涂起来就是有一种酸奶的质感，一点也不腻，很柔，我觉得这个。对，所以我冬天超级爱用它。如果脸上有泛红的话，就厚厚的涂一层，基本上几分钟之后就退红了。OK， 然后接下来邀请你去我帐篷那边，我们做晚饭吃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就是 dinner time。在这办 party 呢。快来吧，来，进来吃饭了。我们来进来做饭吃。在帐篷里面吗？给啊，外边多冷啊！进来吧。来，把那个门拉上，就暖和了。把桌子开就可以了。这么高级吗？我们这个垫子做的是绝对不冷的。这么高级吗？好，你看我穿的你穿的 AMK 巨型羽绒服，
巨大的羽绒服。我们开火的时候把窗打开就行。这样，好，让我来吧。那个扭紧了吗？小心漏气儿漏出来。哎呦，怎么办这个没有紧。 ？OK， 哎呦，你这样把我毒死啊！你想把我们俩都毒死啊？快放气！不是你这，怎么回事？我成功了！锅很简陋，但是我有超棒的食材。上和牛还是黑毛的，羊肉、海胆。我们这回带了这个小小的汤锅的料汁，做这个呷哺。这个火力开到最大，觉得有点缺氧。我把这边这个窗子全拉开了。大家看，我们这已经相当丰盛了。我们这个有蔬菜、蘑菇、小酌的啤酒。这个锅很小，我们就慢慢涮，好吧？好的，此情此景，我想到的是陋室铭：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就是你这个简陋的破帐篷，因为留了我，变得这个蓬荜生辉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好的。哎呦，这太刺激了！我的妈呀，差一点！这个。 对，太神奇了！我们在北海道最北边，鄂霍次克海旁边，煮着这个火锅，等着迎接新年。假如说我能活到100岁的话，那我的人生呢，只能度过100个新年。然后我已经，就是我小时候不懂事儿的时候就已经没了好多个了。然后后面我就一直在忙着打工、工作，反正就是我没有好好的重视新年。以后我每个跨年我都要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些勇敢想尝试的事情。今天这算吗？今天这个是你想做的，我是陪我来。觉得，那我觉得很有意义。哇，这个热气儿！哇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火锅。你最近好像很常用这个表述。不是真的，太神奇了！我居然找到了一个机位可以拍到我们2个人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双人帐篷里面。哎，我这个包呢放在这个角落，把相机抵在这个地方。哦。现在呢是2024年的最后一天，然后是我们在一起的第9年。干杯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哎，又凑合了1年。又多活了1年。哦对，我们这个帐篷里暖气太足了，镜头里面我的画面已经不忍直视。你知道这像啥吗？像是一个桑拿房。哇哦，全是烟。おやすみね。器持ってきてね。はい、後ろ子。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。後ろ子。誰が来てるけ？はい、箸持っといてよ。はい、後ろ子。那个红豆汤或者是寿司壳。我也要那个西多空。後ろ子、はい。はい、後ろ子。这个玉米汤完全没有人气。人気ないね。はい、さっき。はい。はい、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我是听他们说8点开始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什么8点开始？他们说啊，他大概一个哈。我这种体验很特别的。超甜超好喝，自己可以搞来。美味しいね。美味しいね。素敵。素晴らしい。はい、もう冷めるの早くなっちゃうから何回も食べてもいいから。おお。フランスから来ました。あ、日本語できます。あんまりできません。うまい。うまいです。7月にフランスに来ました。シャモニ。本当に？はい。登山で来ました。すごい。私は日本酒勉強します。どちらの方ですか？ここはね、奈良。奈良ですか？あ、遠いですね、ここまで。もう5年目。おお。青春18切符。ああ、それ使ってるんだ。友達、はい、兄弟、ここに来たらここに来るここの仲間、なんかこうてっぺんから来てるっていう何かわからんけど満足感。大家的答案虽然各不相同，有为了体验冰雪驾驶的摩托车一族。雪道を走る目標として
也有纯粹因为喜欢从110公里外徒步过来的。ハイキングで来ました。歩きで、110キロぐらい。もうマラソン3個ぐらいですよね。そう。也有已经年过60，被家人极力阻止，但觉得再不出发，未来可能就没有機会了的大爷。60あ、50だと思いました。バイクで。今行かないと行く時ないんで。但总之，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经历了寒冬里的长途跋涉，共同努力抵达最北端的目标，让互不相识的人们卸下心中的铠甲，在这个名为北海道的极点敞开心扉，互相取暖。在1年之中仅有的这个跨年夜里，身份、国籍，甚至是物种都不再重要，大家忘却所有的烦恼，只要一起开心就好。而我也因为太过于放松，错过了0点的倒数。哇，大家新年好啊！现在其实已经2025年1月1号了，我睡过头了。这个帐篷里面过于暖和，但没想到第2天早晨叫醒我的闹钟是给我新年最好的礼物。哇塞！哇！哇！虽然说没有跟大家一起2025年倒数，但是我2025年第一次早晨醒来是被这个烟花弄醒的。大家新年快乐！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蓝调时间，在北海道最北边。哇，这真的是一个好天气啊！キーホルダー受け取りの列に並んでいる方は2列に手を並びください。ホルダーを受け取った方は止まらずに前にお進みください。必ず横断歩道を渡ってご通哦，蛇年耶！交通事故防止にご協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哎，哇塞！名前は何ですか？シャーロットです。シャーノット。あ、シャーノットいい名前だね。撫でてもいいですか？来打广告的吧？Uber Eats。趣味で Uber Eats やってる。すごいね。コスプレだな。好多人已经离开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中国吗？有礼物给你们。这个是。谢谢。Thank you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ちらこそ。新年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プレゼントです。保湿のクリームです。特にバイクとか乗って顔赤いんです。お肌良くなります。じゃあどうぞお使いください。良いお年を。